后天高中那帮他们聚会，反正我们现在也是自学，不用去学校，我们就回高中看看呗。魏无羡摸着肚子说着。蓝忘机趁红灯，转头看着他，从眼里可以看出来，你确定最开始你是想去那里？魏无羡看懂了，笑了一下。最开始嘛，肯定不是，不过我说出来，你肯定不会带我去，那就不说了。想去哪？游乐园。蓝忘机看了他一眼，你去了也什么都玩不了，后天带你回高中，出去走走。游乐园为什么不给有孕的玩呢？玩完直接生，多快！魏无羡的手在自己肚子上跟小朋友玩着，又胡说，在车上等我，我先去拿东西。蓝忘机看了他一眼，才下了车。2天后，魏婴起了，你不是说今日要去吗？蓝忘机安抚着魏无羡肚子里面的小朋友。早安。魏无羡眼睛也不睁开，就对蓝忘机说了这句话，然后给了一个他的早安吻。蓝忘机笑了一下，早安，来，起床。蓝忘机示意他抱住自己，魏无羡手勾住他脖子，埋头到他肩上，等着蓝忘机抱着自己去洗漱。蓝忘机一边手放在他腰后，一边手穿过他膝盖下方，打横抱起，去了洗手间。魏无羡坐在洗手台前面的软椅上，后面靠着蓝忘机，眼睛半睁，看着镜子里的蓝忘机，打了个哈欠。蓝忘机递水给他先漱口，然后在牙刷上挤好牙膏，帮他刷牙。魏无羡的手则是跟着肚子里的小朋友做早操，他们很闹。蓝忘机把他刷牙，看到魏无羡腹部凸起的幅度，魏无羡终于被小朋友们弄醒了，睁开眼睛抬头看着他，然后点了点头。那你又不能进去打他们，他们可坏了。魏无羡告状着，出来打。蓝忘机帮他洗脸，说着。魏无羡看着他，他们还这么小，你不舍得？魏无羡很确定地说出来，舍得，他们让你不舒服，我更心疼你。蓝忘机帮他揉了揉头发，两人换好衣服，上了车。蓝忘机特地找了一件比较宽松的卫衣给他，但也没有盖不住魏无羡那已经高高隆起的肚子。两人到学校门口，停在当年的位置上，蓝忘机扶他下车。他们来的时间学校还在上课，所以没多少人，自己班的人还没到。魏无羡就说去走走，两人坐在学校湖边那个亭子里，魏无羡靠在他怀里，蓝忘机搂抱着他。二哥哥，你还记得那个器材是吗？那次要是我没有摔到腿，我可就听不到我老公的表白了。你居然还觉得魏书离是我男朋友，哈哈哈哈！魏无羡在他怀里笑着，蓝忘机扶着他，帮他顺气。初中未见过，突然来抢走你该如何？魏无羡笑着看他，原来二哥哥是有危机感了，难道你就不仔细看一看，就不觉得魏书离跟我很像吗？当时未注意。蓝忘机看着怀中人说着，所以你就觉得他这个 alpha 靠近我，是我男朋友？魏无羡放在肚子上的手被蓝忘机覆盖，抱在手心内。你们很近，你还不理我？话语中居然带着一丝丝委屈。魏无羡另一边手捏了捏他的脸，我一直是喜欢你，我当时还想着高中毕业一定要跟你考一所学校呢，高中毕业还要和你表白，谁知道计划赶不上变化，才高一你就是我的 alpha 了。蓝忘机握住他捏自己的手，我本想看着你跟他的感情如何，可我没有坚持，你只能是我的，别人不许。噗呲，幸好二哥哥没有坚持，不然啊，他们两个现在还不在这里呢。魏无羡指了指自己的肚子，蓝忘机没有说话，但把他往怀里搂了搂。魏无羡笑了笑，二哥哥放心，就算当年我没有听到，我也会按照我的计划来，高3毕业跟你表白，但是你同不同意我就不懂了，对吧？蓝忘机笑了笑，亲了一口他的额头，怎会不同意？所以呀，我不可能会跟别人走的，也不会跟别人表白的，我的 alpha 只能有你，若你跟别人走了，我就终身不嫁。魏无羡看着他说道。蓝忘机给了他一个笑容，那两位同学，现在上课时间，你们是在逃课吗？何主任带着他的学生进学校，然后路过就看到有2人在凉亭旷课。魏无羡只觉得这个声音很熟悉，看了蓝忘机一眼，2人一同回头。魏无羡看到那帮人，笑了一下，老何，我不用上课的。那一帮人有些原来没有注意凉亭里的人，听到这个声音，一同看过来。何主任看到是他们俩，笑了一下，你们还坐在这里干嘛？班群不是说上去了哥？魏无羡低头看了看手机，刚忘记看了。走吧。蓝忘机扶他起来，搂住他的腰。众人这才发现魏无羡是大着肚子来的。他们原来的班长看着他魏哥，
几个月了，你还不在家休息啊？鸡哥是怎么给你出来的？魏无羡边走过去边说我呀，说了好久他才给我来的，不然你们下次见到我就是带着小孩了。说完看了一眼蓝忘机，笑了一下，后者无奈地摇了摇头，慢些看路。那你们还真的旷课呀？老何看着他俩问着。我们这个学期两人在家自学，因为肚子里的，班主任直接让我在家休息了。然后蓝湛陪我。魏无羡说着，你看我说什么？老王可真是的，你们俩不在我们班，那个分就掉了。然后现在天天的各种风邪，全班都想让你快点生完回去救救我们。跟望羡二人大学一个班的男生说着。魏无羡看着他啧，太可怜了，我也想快点生完回去，我在家都要发霉了，这不能干，那不给动的，文件都不给我看，没有。蓝忘机说道。魏无羡看着他，怎么没有？你自己的标准你不懂。魏无羡扶了扶腰，蓝忘机不跟他争，手放到他腰处，帮他揉着。大半个班一起聊了天，去吃了饭，回到家已经是11点多了。因为蓝忘机和魏无羡不能喝酒，所以蓝忘机就要帮他们叫车。回到家，魏无羡换完鞋子，躺在沙发上。二哥哥，我腰要断了。蓝忘机挂好衣服，走过来，搂他入怀，帮他揉着腰。魏无羡躺在他怀里，说着3年了，我们都毕业3年了，现在都大3了。二哥哥好快呀，再过1个多月你就要当爸爸了。等我们大学毕业，这2个都1岁半了。魏无羡说着，二哥哥，我认识你都有14年了。虽然我们小学没有在一起读，不过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还是很喜欢去你家玩。你说是不是我小时候就喜欢你了？魏无羡说完看着他，蓝忘机拿出了一条项链，这是你当年给我的。魏无羡只觉得的这条项链很熟悉，他看到上面是有一个地方可以装东西的，他从蓝忘机的手上拿过来，把里面的纸取出来，纸上写着，以后我就是你媳妇了，魏婴。魏无羡看着蓝忘机，眨巴眼，这个我当初才6岁，写的字还歪歪扭扭的，你居然还留着，都快烂了。定情婚书怎可丢？蓝忘机看着他说着，所以你当初是把我当老婆对待的。魏无羡有点不可思议，自己当年可能是这来玩玩的字条，蓝忘机却把这个当成了定情婚书。是14年，一直是我老婆。蓝忘机说着。魏无羡笑了笑，二哥哥，看来我们就是约定好的一样，从小我就看上你了。你说我们上辈子是不是有过约定啊？不然为何我们从小就那么有缘分？还有那半块玉都是捡到的，却可以相合。上一世奈何桥上，二哥哥，我们走吧，记得来找我，我也会找你的。魏无羡看着牵着他的蓝忘机，对他笑着，好，你要等我。蓝忘机也笑了，这一世他们真的找到了对方，遵守了约定。